你可能也常听到大家都在讲 AI 进步的好快好快，但这个进步到底要怎么衡量啊？诶，我觉得有个方法很不错，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学生来看。你看，从一开始他只会死背书背知识，到后来学会了深度思考，再到现在，哇，他居然能亲自动手解决问题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 AI 这份不断更新的成绩单，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学霸毕业，然后一步步成为我们身边真正的数位员工。好，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帮一个 AI 打分数？对不对？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它究竟只是一个很会考试的书呆子，还是一个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专家？其实答案很简单，也蛮直觉的，就是给他一份考卷。在 AI 的世界里，这些考卷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评测基准，也就是 benchmarks。你可以把这些 benchmarks 想象成是 AI 的期中考、期末考，甚至是模拟考。它们能够很真实地反映出 AI 在每个学习阶段能力到底到哪里了。你看哦，这份考卷的演进刚好可以分成3个很关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考的是它的知识量够不够广。到了第2阶段，我们要求它不只要懂，还要有深度推理的逻辑。那到现在呢，我们看的是它能不能真的动手把知识应用出来。这就是我们这次要聊的路线图。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1阶段。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AI 到底知道多少东西？它的知识储备量到底只是像个图书馆员，还是真的够格被称为一个大学学霸？那说到这个时期的考试啊，最有名的绝对就是这个 MMLU 了。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AI 界的大学联考，考的范围真的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在那个时候啊，一个 AI 模型只要能在这个考试上拿到及格分，大家就觉得哇，超强的。当然啦，就像我们台湾学生考学测，美国学生考 SAT， 考题不一样嘛。AI 也需要这种在地化的考试。为了确保 AI 不只懂英文，还能真的理解我们中文的文化、我们的梗，甚至是很 specific 的台湾法律，所以像 CEVO 还有专为繁体中文设计的 TMLU Plus 这些评测就很重要了。那你想想看，这进步有多快？快到了2025年，那些最顶尖的 AI 在这个大学联考里面随随便便都能考到90分以上。这就代表什么？代表纯粹的知识累积对 AI 来说基本上已经不是问题了，变成一个基本门槛，一个 prerequisite。好，所以大学毕业了，知识学分都拿到了，那下一步呢？光有知识是不够的嘛，大家开始要求他必须要学会真正的思考，而不是只是当一个资讯的搬运工。这张图就很有趣了，他把 AI 思考方式的转变讲得超清楚。以前的 AI 啊，比较像是依赖直觉的快思，反应很快，但常常会猜错。而新的目标就是要训练他学会像人类专家一样，进行一种刻意的、有条理的、一步一步来的慢想。这个进步有多夸张？我们直接看数字就知道。用小学数学题来测，你看早期的模型答对率大概80%，算不错了。但是具备慢想能力的推理模型，准确率直接冲到快要100%。可以说，这种基础的逻辑测验已经被 AI 完全破解了。所以，很明显的，考卷的难度就必须跟着升级了嘛。于是就出现了像高中数学、奥林匹克那种等级的难题，甚至还有叫 GPQA 的，是博士级的科学问题。这种题目最厉害的地方是它防 Google， 你开着 Google 也找不到答案。这就强迫 AI 必须证明它不是考背诵，而是真的理解了问题才能解出来。好，那前面书都读完了，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最让人期待的
要踏入职场啦。我们不再满足于他只会纸上谈兵，我们希望他能真的动手，完成真实世界里的工作。这边有个很关键的词，叫做代理人 （agent）。你不要想得太复杂，简单说，它就是一个不只会跟你聊天，还会实际采取行动，会去用各种工具、跨系统操作来帮你完成复杂任务的 AI。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哦，你交代一个任务给他，帮我分析上一季的销售数据，做成一份报告。这个 AI 代理人哦，他会自己打开浏览器，登入公司的资料库，抓资料，然后把资料汇到 Excel 里面去分析，做成图表，最后再写好一份完整的报告，用 email 发给你。所有步骤一气呵成，他自己搞定。那他的在职训练考题也越来越贴近真实的工作场景，像是这个 SW Bench 根本就是直接把它丢到 GitHub 上，叫他去修一个真实软体的 bug， 这完全就是软体工程师的技术面试嘛。还有像 OS World， 就是测他能不能像一个办公室职员一样熟练的操作电脑，用各种应用程式。好喽，所以我们来看看 AI 这趟旅程的最终成绩单吧。在知识学习这门课没问题 ，A+ 满分毕业。在逻辑推理这块，它也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那最重要的代理执行这个项目呢，它的状态是已经通过实习，被正式录用了。所以你看，整个眼镜看下来，这不只是技术上的突破而已，它其实带来一个最根本的转变。这一改变了我们评断一个 AI 到底好不好的全新视角。未来我们衡量一个 AI 强不强，那个标准早就不是它读了多少书，考了几分。AI 已经从一个很会查资料的搜寻引擎，进化成一个具备专家级思考，又能跨系统动手做的数位员工了。所以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们解决哪些真实世界里面那些复杂棘手而且真正有意义的挑战。